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故事精彩的话，也可以打赏，请丽姐喝茶。今天这篇故事有点火爆，因为涉及到了一位特别高要求的广州大龄剩女。听了她的无赖理由，你可能都得怀疑，是不是我没有尽职尽责作为红娘？咱们一起来听听这背后的故事，看看到底是谁错了。到底是不是我没有尽力帮她物色理想类型，还是她真的要求太高了？王小姐今年32岁，出生在广州的一个普通但条件优渥的家庭。她的父母早年从事生意，做得还算不错。王小姐一直过得无忧无虑。说实话，家庭条件好，外形也不错，身高160多，皮肤白皙，年轻时候还上过几次杂志，算得上是典型的美女。但这一切的光环在她眼里似乎都不重要，因为她始终觉得自己找到的男朋友都不合格。她的理想类型就是得找个能和她站在一起不掉份儿的男人。啥意思？就是说这个男的不仅要有不错的事业，还得有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能力，外形得帅，气质得好，学历不能差，最好是有房有车，收入过得去，最重要的是他还得能理解他的生活方式和独立个性。这个要求听起来就很吓人了吧？但是他说的并没有错，这就是他所期望的理想型。于是作为他的婚介红娘，我接手了他的案子。王小姐来我这里的时候，已经经历了好几次失败的相亲了。说实话，我一开始并没有很有信心能帮她找到完美的匹配。她的标准实在是高，而且很多条件还是主观要求，比如那种理解她的生活方式和不能把她当作附属品的要求。听起来就像是我希望他是我的完美伴侣，但不能把我当妻子一样。我开始筛选合适的男士，一开始我也觉得自己能找到一位和他对得上的，毕竟世上不乏优秀的男士。但很快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问题，他一见到对方就开始挑三拣四了。有一次我安排了一个男士和他见面，王小姐一开始还挺开心的，男士长得也不差，气质温和，还是一位外企的高级经理，收入不低，家庭条件也算不错。结果见面后没多久，他就开始和我抱怨，丽姐，他太普通了，虽然能聊得来，但我不喜欢他的穿着，感觉没有品味。我还真没见过如此挑剔的顾客。他说男士穿的普通，其实就是那种西装没穿的很合体，可能有些衣服的剪裁不够时尚，但毕竟对方是个高级经理，穿的比较低调而已。于是我当时提醒他，王小姐，你自己不是说过要找那种成熟稳重的吗？这不就是他的一种风格吗？他不买账，继续抱怨，是呀，但他身上没有那种高级感，和我站一起，感觉他就像是个普通人。这话让我真是有些无语，但也只能继续努力安排其他的相亲。可我还是没放弃，希望能找到一个真的符合他所有要求的理想型。这之后接连安排了几次相亲，每次他都能找到些不满意的点，有的是眼神不够深邃，有的是发型不够时尚，有的是性格太内敛，不够外向，每次都能挑出点问题来。最让我生气的是，他居然对我说，丽姐，您是不是没尽心去物色人选啊？你给我介绍的这些怎么都不行。我一听这话，心里真是有些发火了。你说我没有尽心，我看他那么挑剔，简直就是挑男人如挑菜，没几个人能符合他的全部标准。而且我作为红娘，能帮他找那么多相亲对象，已经是尽了我最大努力了。这个时候我就和他正面开聊，王小姐，您这样要求可能真的是对男士有些不公平，人家要找的也是对等的伴侣，而不是单方面提供的条件。你不能只是要求别人，自己也要有付出，不能一味的指望别人能满足你所有的期望。王小姐却理直气壮地说，那不就证明这些男人不够优秀，才配不上我吗？丽姐，如果你找不到我的理想型，那就是你没劲儿，只帮我物色。听到这里，我差点就想发飙了，这种态度实在是让我觉得有点太过分了。我忍住脾气，尽量平静地解释，王小姐，理想型是每个人都有的，但现实中很难找到完全符合的，所以我希望你能适度调整自己的标准。
如果你想找到一个值得共度一生的伴侣，有些条件是可以相互妥协的。我尽量给他说一些现实的道理，但他依然是冷冷的回应：我不相信，丽姐，你一定没给我物色对的人。这种情况真是让我心情复杂。接下来，王小姐还继续提出更高的要求，我还需要她有上进心，爱运动，会做饭，最好是身高超过180厘米，长得像娱乐圈的明星，懂得如何照顾我的情感。我真是听得脑袋都大了，这种男人我真不知道去哪里找，可能根本就是不存在的理想型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我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不断调整男士名单，安排相亲，沟通反馈，结果还是没办法让王小姐满足。每次见面，她都觉得不合适。直到有一次，我终于忍不住发火：王小姐，你这是在找一个不现实的完美伴侣，而不是找一个适合你的伴侣。王小姐愣住了，可能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说出来，她一时半会儿也没回我，而我也没打算给她留太多时间去消化。我看着她的眼神，心里有点失望，但也能理解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态度。毕竟她一直生活在一个对自己要求极高的环境里，从小到大可能没有太多人敢给她正面反驳。丽姐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她终于开口了，声音有点尖锐，意思就是你可能一直在追求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。我毫不客气地回应道，你自己也知道，人的理想型并不容易找到，特别是你这么挑剔，你不妨换个角度想想，你到底是要找到一个完美无缺的男人，还是一个能与你共同生活、互相包容的伴侣？王小姐盯着我看了几秒钟，忽然笑了笑，你说的倒是有道理，可我觉得，既然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在婚姻上，为什么不能要求更高一些呢？我一直觉得自己值一个更好的人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心里又有点气愤，但还是尽量平静地回应：王小姐，婚姻不是做生意，也不是在买东西，不能只看条件和价值。你要的是一个人，而不是一件商品。你自己的要求也许符合你理想中的伴侣形象，但真正的婚姻是两个人的相互理解和支持，而不是一方单方面的索取。他的眼神闪了一下，似乎在思考我的话。我看得出他有点动摇了，但又很快把这股情绪压了下去。那我到底要怎么做呢？他的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，我也没打算放弃这次机会。首先，你要清楚，你所要的并不是完美的男人，而是一个合适的伴侣。你要求这么高，别人也会觉得你很难接近，这样只会让你错失那些可能适合你的人。你知道，很多人都在为了找一个完美的人而错过了和自己有共同点的人。他稍微低下了头，好像在默默消化我的话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我继续为王小姐安排相亲，虽然她每次还是会挑三拣四，但她似乎不再那么排斥那些不完美的男士了。有几次，她竟然和其中一个男士聊得很投机，虽然外表和她心中的理想型差距不小，但她却发现这个男士其实对她非常体贴和关心，特别是在情感的交流上，他表现出了耐心和理解。不过，王小姐依然没能完全放下她那高标准的心态。每次见面，她总会提到一些细节问题：他不够帅，他穿得太普通，甚至有一次她提到他讲话太慢，不够机智，和我完全不合拍。你自己才是最大的问题。我终于忍不住再一次对她说：你设定的标准不现实，而且总是盯着那些表面的东西。你看重的可能是一些短期内看得到的东西，但婚姻长期来看，更重要的是两个人能不能真正走到一起，能不能互相包容、理解、支持。但我不想将就。王小姐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，我不想为了婚姻而去放弃自己的标准。我认为我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人。我叹了口气，觉得她的心态还是没有完全调整过来。可是，毕竟她也一直是个非常独立且有自信的女性，所以很难去改变她的想法。就在我以为她这次的相亲又会无果而终时，没想到那个与她最初并不太合拍的男士，竟然在几次见面之后，开始展现出自己更多的优点。他虽然外表没有那种娱乐圈明星般的光环，也没有身家百万，但他有一颗真诚的心，关心他的情感需求，
愿意为他付出。这位男士不仅没有放弃王小姐，反而在一次次的互动中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努力。渐渐的，王小姐也开始注意到他身上的优点：耐心、理解、负责任，还有对家庭的重视。虽然他依然不是他理想中的完美男人，但他对她的真心却渐渐让他动容。有一天，王小姐来找我，她的眼神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丽姐，我开始明白了，她说，声音中带着一些犹豫。其实这个男士并不完美，但我发现他对我的关心和包容，比我期待的那种完美男人更能打动我。我想我可以试试看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松了口气。王小姐终于懂了吗？理想型并不一定等于最适合你的那个，他可能有缺点，但只要他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他点了点头，眼中透出一种久违的温暖。或许他真的开始从内心接纳那个不是完美的男人了。婚姻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对象，而是找到一个能和你一起成长、包容彼此的伴侣。有时候我们设定的标准越高，反而越容易错过那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人。王小姐的故事让我深刻反思，婚姻是两个人的相互选择，不是一方的完美需求可以决定的。她终于意识到，真正的爱情更多的是需要两个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付出，而不仅仅是表面的条件。如果你也在婚恋路上迷茫，记得不要让理想型成了你错过幸福的障碍。真正合适的人，可能就是那个你最初没想到的普通人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我的故事有意思，不妨点个赞，或者打赏一下我，给我一杯茶。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。